Hello， 大家好，又再见面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啦，我是老吉。OK， 那今天呢，我想为你们介绍一个比较 premium 一点的牌子，是来自 Factor Design 的，和它的价钱呢是要马币539的一个机箱。那这个机箱呢是来自 Factor Design 的 Meshify Duo Compact 的机箱，在这里呢，我也是要谢谢 Factor Design 赞助我这个机箱来为你们做介绍。这个机箱呢 ，Factor Design 的 Meshify Duo Compact 呢，也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机箱，非常感谢 Factor Design 给我这个机会，而且机箱也是白色的哦。在这边呢，我也顺便做个介绍 Factor Design 这个牌子的来历。那这个牌子呢是来自 Sweden 的国家，这个牌子呢是专注在出产一些比较 premium 又有 quality 的产品。他们除了有出产机箱以外的话，他们还有出产机箱的风扇，还有 power supply， 还有 CPU 的 water cooler。如果你们呢想要了解更多 Factor Design 的产品的话呢，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你们可以去按它的链接去看它的产品。那在进入介绍影片之前呢，如果你们还有谁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去按订阅哦，和按小铃铛啊。如果有最新的影片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就不会 miss 到我的影片了。那在这边呢，我也偷偷跟你讲哦，大概目前呢还有大概90多% 的观看我影片的人呢还没有按订阅啊。那跟那个90多% 的观众们，记得去按订阅啊。OK， 我讲了那么多了，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介绍的影片吧。Let's go！ 首先呢，我就介绍它盒子里面有什么。它盒子里面呢就有 Factor Design 的 Meshify Duo Compact 的机箱，还有说明书，还有一些基本的螺丝跟 cable 带。里面呢还有附有一个插 tempered glass 的布。在这里呢，我也做个 Meshify Duo Compact 尺寸的介绍。像它的长度的话呢是424mm， 宽度的话是210mm， 而它的高度的话呢是475mm。Meshify Duo Compact 的机箱呢，它的尺寸是属于 ADX size 的机箱。Factor Design Meshify Duo Compact 它的 motherboard 的尺寸可以支持到 ADX、MADX 跟 IDX 的 size。Factor Design Meshify Duo Compact 它可以安装的 graphic card 的长度最长呢可以支持到341mm， 就是说那种3个风扇的 graphic card 也是可以安装得到。那它的 CPU Air Cooler 可以支持最高的高度是169mm 的高度，大多数的 CPU Air Cooler 都可以装得下。Meshify Duo Compact 这个机箱也是有附有2个140mm 的风扇跟一个120mm 的风扇。接着呢，我就从 Factor Design Meshify Duo Compact 的外观来做介绍。那它的左边的 side panel 呢是 tempered glass 的材质，它打开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任何螺丝就能从这个地方推开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它的右边的 side panel 是铁的材质，就跟大多数的机箱一样，它打开的方式也是跟左边的一样，不需要任何螺丝就能从这个地方推开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Factor Design Meshify Duo Compact 的前面是网状的设计，在网状设计的上面也是有凹凸不平的表面。这个设计是一路来 Meshify 有的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设计，非常的有层次感。它的前面呢就有2层的 dust filter， 前面那一层呢就是挡那个颗粒比较大的灰尘的散热网，后面的那一层呢是挡颗粒比较细的灰尘的散热网。它的前面打开的方式呢是从左边打开，再从右边打开，不需要任何螺丝就能打开，非常的方便。它的上面的部分呢就比较特别啦，大多数的机箱都没有这个功能，就只是在它上面竟然是能打开，而且在里面还有3层可以再打开。而且打开的方式，第1层和第2层的话也是不需要任何螺丝就能打开。
它打开的方式呢，第一层跟第二层呢就不需要任何螺丝就能打开。第一层呢就是它上面白色有散热网的盖，第二层呢是挡颗粒比较小的灰尘的散热网。那它的第三层呢，等下我会再做介绍。在这个 Factor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的上面呢，也是有一个 USB-C Gen 2，还有2个 USB 3.0， 还有一个 3.5mm 的 Audio Jack 跟一个 3.5mm 的 Microphone Jack， 还有一个 Reset 的 Button 跟一个 Power 的 Button。在它后面的部分呢，就有风扇的散热孔，还有7个 Reusable 的 PCIe Expansion Slot 的 Bracket。在它的下面部分呢，就有4个白色的角，还有在它角的上面呢，也是有 rubber 材质的贴，就会比较稳一些。在它下面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很长的 dust filter。Factor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的前面呢，就能装得下3个 120mm 的风扇，或者是2个 140mm 的风扇。除了能装风扇以外的话，它前面的话也是支持 radiator， 它的 size 的话就能支持360跟280mm 的 size。在它上面的部分呢，风扇就支持2个 120mm 或者是 140mm 的风扇。它除了能装风扇以外的话，它上面的话也是能支持 radiator， 可是它上面支持的 radiator 的话呢，只是支持240mm 而已，它不能装下360mm 或者是280mm。那比如说你想把你的 radiator 或者风扇装在上面的话呢，像它这个 top panel 呢也是能拆下来，就方便你装你的 radiator 或者风扇。在它后面的部分呢，就能装得下一个 120mm 的风扇，或者也是可以装一个 120mm 的 radiator。在装 radiator 方面呢，我是建议你们装在上面会比较好一些。在这个2个部分呢，也是能装得下2个2.5寸的 SSD 或者是2个2.5寸的 HDD。在这个2个部分呢，它也是可以拆下来，方便你安装。这个2个部分除了可以拆下来方便你安装以外的话，也是可以拆下来安装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就跟我上次介绍的那个 Montec 100 ARGB 的机箱一样的功能。如果你想看那个 Montec 100 ARGB 机箱的介绍的话呢，我就把链接放在上面。在这个下面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安装2个2.5寸的 SSD 或者 HDD， 或者你也是可以装下3.5寸的 HDD 也是可以，非常的通用。在这边呢，我要分享我觉得这个 Factor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它用心的部分。它用心的部分呢，就是在它的上面跟前面加了那个挡颗粒比较小的 dust filter， 这个的话呢是非常的加分，因为大多数的机箱呢都没有这个挡颗粒比较小的 dust filter。除了它的上面跟前面有以外的话，它的下面的话也是有那个挡比较小颗粒的散热网。那接着呢，我觉得它用心的部分呢，就是在它的设计。因为 Factor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他们都是专注在散热的功能，他们也不忘了它的设计。就比如说像它的前面那个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的话是非常的有层次感。除了在 Factor Design Dual Compact 的机箱用心方面以外的话，在它的盒子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就是当你开它的那个盒子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很多 Factor Design 的 logo， 就感觉开的时候哇，一个惊喜啊！这个在它的说明书呢，也是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这个说明书呢就可以帮到你啦。这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用心的部分。
OK guys， 今天介绍这个 Fractal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想找一个又 Premium 又 Clean Look 的 Design， 又没有 RGB 灯的风扇，又通风又有quality，又白色的机箱的话呢，买这个 Fractal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就对了。 买了绝对不后悔啊！那如果你们对这个 Fractal Design Meshify Dual Compact 有什么感想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在下面，大家一起讨论。或者如果你有对这个 casing 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在下面，我会尽量去回复你们。如果你们谁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记得去按订阅和按小铃铛啊！ 如果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就不会 miss 掉我的影片。那在这里呢，我也是要谢谢一路以来有订阅着我的频道的观众们，非常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OK，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我是老吉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 This happy fast.